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0.17，收盘价是256.7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57，最低价是在250.50。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706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5 倍，略有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双线是趋于合拢，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变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多头趋势在减弱。好，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6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然后出现了横盘的位置。那这样的 K 线的线型出现在高档的位置，通常我们把它称作叫吊人线。那吊人线呢，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如果这根吊人线再配有大的成交量，那日后股价是更容易出现反转向下的。所以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我们要关注它的收盘价是否会跌破这根吊人线的最低。那如果跌破了这个吊人线的最低呢，那也就是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股价将会出现回档，甚至是下行。但是如果在接下来一根 K 线，股价的收盘价能够站上这根吊人线的最高，那也就是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这个线型呢，将会被称作为锤子线，也就是日后股价的收盘价站上锤子线的最高，那么将会继续上涨。好，这是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平盘，收盘价会在258附近。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上涨，收盘价会在264。实际在6月14日收盘价是在256.79，出现的是横盘。我们预测的平盘和实际的横盘，它们的收盘价是相接近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那在当日出现了新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在新高出现高点之后呢，遇到了卖压，然后股价出现了深度的回踩。那这样的一个回踩啊，它回补了6月12日和6月13日这两根 K 线之间的一个小的缺口。那回踩完这个缺口之后，当日在盘中是有多头的力量介入，然后把股价推升到目前的收盘价，然后当日成交量出现了量增。那这样的现象啊，说明当日是有出货的表现的。日后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进入，
一旦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继续有获利出场的卖盘，那在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的情况下，那很可能会股价出现一个进一步的回档，向下的回档。好，那因此呢，我们接下来先来分析股价的回档和下行。那对于6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出现了回档和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我们依然认为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在223，这是一根回后再上涨的 K 线。那上方的几个 K 线我们来看一下，例如6月14日这根 K 线它是出现了回踩，如果日后的股价能够站上这根 K 线的最高呢，那我们说股价在接下来之后的下行的目标，我们会把它提升到6月14日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50附近。那目前我们说股价下行回档的目标呢，我们认为依然是6月8日的这根 K 线，因为6月14日还没有完成回后再上涨，它现在只是完成了回后。那么我们要密切关注股价是否能够在日后站上它的最高，所以股价现在下行的目标依然是223，然后第二个目标是212，接下来就是195，下方的3个目标不变。当然，股价在出现回档的时候，在到达第一个目标之前，5日均线值还有这个缺口都将成为股价的支撑。那我们也会看到10日均线值在6月15日会进入到这个缺口的范围内。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上行，上行目前依然是要回补上方的这个缺口，那就是263，这个第一个目标不变。接下来是289，然后是314。那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它的目标就是314，289只是一个压力位。那只有站上314呢，我们继续来看，它才能够收复自2022年9月22日以来的这样一个陡峭的下跌。对，好，那我们认为目前股价上行的总的目标还是314。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6月1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就是在252这个位置。我们把目前的这个前一日给出的观察位，我们把它调整到252。252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52到255。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关注252呢？就是在盘中股价如果出现了低开盘，然后继续向下出现回档，那么我们要看看252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那如果股价在盘中会在252下方运行呢，那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出现一根回档的 K 线。那否则呢，我们认为它会出现继续在这个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出现横盘，甚至是出现继续上涨。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是有4个仓位了，多头的仓位。那最后一次加仓是在6月13日，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是在
258附近，但是可操作的是在6月14日盘前是在261附近。好，这是我们几个仓位最后一次加仓和建仓的位置。那第一个仓位我们依次来描述一下，目前是有40%的仓位，成本是我们测算是在220，在这个位置。那么到了6月14日收盘价，这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再有成交量增，所以在这个K 线的收盘价256.79附近，我们是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做多的，不论是加仓还是建仓都是不可以的。所以到了6月15日，这40%的仓位，那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就是要守5日均线值，守它的下限，也就是252。在6月15日，如果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应该即刻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么如果不想停利，想继续持有，那么我们有可能会做长线，那么我们等待股价回踩完之后继续上涨，那么我们要给出止损位，依然是守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在6月15日是到达了214这个位置。好，这是第一个仓位。第二个仓位目前是有15%的仓位，那它的成本价是在242附近，是在这个位置。那我们依然给出停利的位置是在252，然后对于这个仓位的止损位，我们应该是设在这个缺口的下沿，也就是一旦这个缺口被突破，那这个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是在235。好，然后第三个仓位是有10%的仓位，那它的成本是在254，是在这个位置。那它没有获利，所以我们给出的是止损位。止损位我们要守这根吊人线的最低是在250附近，跌破了这个吊人线的最低，这个仓位应该即刻止损出场，这是纪律。然后还有最后一个仓位，就是在6月13日收盘和6月14日盘前在261这个地方进场的，那目前是一个亏损的状态。那在6月15日，我们也要给出止损的位置，也是守这个吊人线的最低250。那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它，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对这4个多头仓位的描述。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再展开讨论，提我们在技术上的获利的就是目前因为股价是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那目前出现了横盘，并且出现了向下的变盘信号 K 线。那如果在之前有建仓的仓位呢，目前是有很大的获利，已经有很大的获利了，但是现在可能要选择是否要停利出场。那在技术上停利出场，我们一定是守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股价一路上涨，它的收盘价都是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例如在6月5日出现了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显然我们会看到出现十字线之后的 K 线有可能会出现下行。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守5日均线值，那这样的仓位一定是还会持有的。那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股价是一路上行，那我们得到了这部分利润，然后我们还会看到接下来又有2根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并且有很大获利的这样的一个仓位，我们给出的建议就是守5日均线值。但是呢，如果这样有很大的仓位，我们会发现，如果守5日均线值，例如在6月14日盘中最高已经到达了261，然后呢，最低是在250。比如说在6月15日，我们如果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如果是守252，那252到260有8个点，这8个点如果乘上持股的数量，这是很大的一笔利润。对，那在这里我们想说明，在技术上这个利润不是我们的，这个利润是浮动的。我们目前不管我们持仓是多少仓位，其实我们的目前账户当中的利润应该，例如6月14日当日的5日均线值，我们会看到屏幕的左上角是 MA5 冒号是248.918，那我们应该计算我们现在有的实际是的利润应该是248.918乘上我们的持股数，这是我们目前真正的利润。比如说现在的收盘价是在256.79，如果用这个位置乘以我们的持股数量，那这样一个仓位的数值，不是我们的实际的那个获利的位置，就是不是我们实际的所拥有的这个叫做价值的这个位置，我们实际的位置是在248。对，所以在技术上，我们的利润是用当日的5日均线值乘上我们的持股数，这是我们实际有的。好，那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就会放弃这部分浮动的利润。对，那我们守5日均线值，因为如果股价说在这个位置，我们现在不守5日均线值，我们出场之后，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很有可能会出现低开，甚至和高开，然后有多头的力量去推动它，要拉爆空头。那一旦出现这样的现象，我们会看到在6月14日是一个量增。那一旦后续股价多头力量介入，收盘价高于它，那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换手成功，那股价会一路向上，会继续上行。那一旦在这个地方出场之后，股价继续上行，那么我们是否还会进场呢？对，如果不进场，我们会看着它继续向上涨。如果进场，在这个地方刚一进场，也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反转向下。对，所以说，在这个位置，我们如果获利出场，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做踏空是。但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不出场，我们会看到，一旦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档，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跌破了这个5日均线值，那我们会看到，哎呀，那这一部分利润我们又没有了。对，那我们是否继续出场呢？我们可能会等待这个股价继续上行。那当我们期待它上行的时候，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会再出现一个实体长红 K 线。那本来是获利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呢，它的利润被大大减小。那这样一来可能会继续爆这样的仓位，那股价会一路向下，最后是一个非常好的获利的一个仓位，最后变得没有获利，或者甚至是亏损。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给出的
操作建议是守我们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就是5日均线值。你跌破5日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我即可出场；没有跌破，我就继续持有。对，我们并不关注盘中的股价的走势。例如，我们看看当日的 K 线图。当日在盘中，我们会看到在下午盘的时候出现了这样一个急跌。那出现这样的一个急跌，一定会是根本会受不了的，就是说，股价很有可能会继续下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到低点之后，有多头的力量出现之后呢，它又把股价推升上来。对，所以说我们做技术上的操作，我们是不看盘内的走势的。对，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幅的涨跌，你的账户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所以会影响我们的一些操作。好，我们回过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目前只要有获利的仓位，在技术上我们坚定的守5日均线值，并且把我们的获利的预期看成是248.918乘以我们的持股数，这是我们实际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仓位。对，好，对不起，有点啰嗦。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在6月15日，如果出现低开盘，一定会有空头的建仓或者加仓。那他们的目标位一定是这个缺口的下沿，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跌破5日均线值，然后回补这个缺口。那我们认为这个缺口的中线，也就是在238附近，它将会成为一个强支撑。所以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呢，他们的目标位应该是回补这个缺口，然后回补位应该是在上方265附近。我们来看一下，对，265，也就是说上方缺口的上方一点的这个位置，这是他们的回补位。那一旦就是如果我们这样去看空头啊，那我们说这是股价出现低开盘的时候，一旦在6月15日股价出现了高开盘，那么一旦是回补了这个缺口到达265呢，我们会说股价很有可能会拉爆空头。那一旦股价站上200，回补了这个缺口之后，站上265，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急涨。对，因为空头的回补位应该是在这个区域，并且如果股价到达这个地方，也就是要瓦解这个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卖压。好，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好，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6月15日上行的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263，第二个压力位是289，然后上方是31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那在这里我们还要给出一个上方的压力位，就是275。275呢是2022年9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好，这是上方的压力，然后下方的支撑是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52到255之间。好，然后第二个支撑
是前低250，这两个支撑位啊比较接近，但是我们要把它分开，因为这个吊人线或者这个含长长下影线的红 K 的最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所以我们把它分开。这是250第二个支撑，第三个支撑位就是下方的缺口235到242，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在237到239之间。那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38附近，它是强支撑。那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214这个位置。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6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继续上涨。如果出现继续上涨，那它将是一个高开盘，甚至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8，在这个位置，我们放大它，在258，最高上方会到达270，在这个位置。然后收盘会收在268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甚至有可能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7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也就是我们预测这个出现这样的大涨的原因呢，就是我们认为很有可能股价回踩完下方的这个缺口之后啊，会出现只要有多头的力量介入呢，它会拉爆空头。对，一旦空头被拉爆，会促进股价的继续上行，对，脱离开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这是我们认为它会出现这样上涨的原因。好，那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出现回档，它将是一个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8.5，在这个位置，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6，然后收盘会收在249附近。那它的条件呢，是在盘中，它必须是低开盘，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那这样的回档，我们认为它很有可能会跌破这个吊人线的最低，并且跌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